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购买记录如何删除？手机没电，我拿老公林小雷的手机搜些资料的时候，却看见这条搜索记录。我愣了很久，我从没听林小雷说过买东西。我仔细翻了下手机，也没有这个购物啊。我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了购物啊，并用老公的手机号登录，却看见3条购物记录：1条宝格丽的扇形项链，1件 S 码的情趣内衣，还有一个七夕礼物包装盒。收货地点是他公司，时间都是上周末。这七夕礼物准备得很齐全啊！我眼前一黑，差点喘不上气来。我坐在沙发上，捂着嘴，愣是哭得昏天暗地，却没发出一点声音。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好像做错事的是我自己。整整哭了半小时，我才听见他摸摸索索起床的声音：“菲菲，你在哪儿呢？”他一如既往，起床要先找我在哪里。明明昨晚我们都还是恩爱夫妻，他怎么会？我又一阵心酸，急忙遏制住自己难过的念头，抹了抹眼泪，应了一声：“我在客厅呢。”你醒了？也许是听出我声音有异样，他大不过来：“怎么了？一大早就哭了。”体贴地给我擦擦眼泪：“出什么事了？”“没事，刚才看了个感人的视频，就哭了，没有真凭实据。”我不想就这样怀疑他。林小雷笑着摸摸我的头：“都当娘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多愁善感？以后别看煽情的东西，自己泪点低不知道啊！快去洗个脸。”我去做饭，洗完脸我才冷静下来。趁他做饭的空，我检查了他所有聊天记录，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我又登上网上移动营业厅，查了他手机通话记录，终于查到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查出手机归属地是北京。我突然想到，他今年去北京出差3、4次了，而且说8月上旬还要去，不正好是七夕情人节吗？我接着查了他快递的小程序，发现他周一刚刚发了一个快递去北京，而且号码与那个号码一致，这应该就是他给那个女人的情人节礼物。菲菲，吃饭了。我查完了，他也把饭做好端到了桌前。咱们先别吃饭，我有事想问你。我拦住他拉我去餐厅吃饭的手。什么事？吃完饭再说呗。他习惯性的想要搂住我，却被我躲过了。我红着眼看着他：“林小雷，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没有。”“你胡说什么呢？不会看电影又看到什么情节，自己瞎寻思了吧？”他极力否认，但是我却从他眼中看到了一丝慌乱。我把购物记录给他看：“这是什么呢？陈明那小子买的，我就是帮忙接收。你也知道，陈明很多事都不能让人知道。”他说着拿起手机拨了陈明的电话：“你快给你嫂子解释解释，你买的七夕礼物，让我给你背锅。”电话里陈明小声跟我说：“嫂子，那些东西都是我买的，你别介意哈，我不敢寄到我这儿，就让雷哥帮帮忙。嫂子，你千万别生气，等我回头请你吃饭，给你赔不是。”有那么一瞬间，我是相信林小雷的，毕竟我们从高中就在一起，他还对我那么好，怎么会背叛我呢？但是我还是坚持问了一句：“你买了什么东西？”“就是条项链，还有衣服，然后包了个礼盒。”陈明的回答滴水不漏，但是我总觉得里面有猫腻。那林小雷的手机上为什么有和他的通话记录？那天我手机没电了，雷哥就打电话给他找我了。陈明说得非常自然，一点儿也没卡壳。见我挂上电话，林小雷把我拉到桌前：“你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好？要不吃完饭咱们去医院看看吧，毕竟你快生了，情绪变化肯定大，千万别胡思乱想，孩子重要。”在他的监督下，
我吃了一个煎蛋一个饼。我虽然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也怀疑自己是不是防备过度了。也许真的就是陈明买的东西让林小雷转发。我和林小雷是高中同学，陈明一直都是他的跟班。上高中时，我和林小雷一直把彼此视为竞争对手和学习榜样。他常常给我补习数学、物理，我常常教他英语，两人学习齐头并进。高考时都考出了理想的分数。报志愿时，他特意打电话问我报哪个学校。开学时，我才知道他和我报了一个学校不同专业。他很快和我表白，我们像普通的校园情侣一样恋爱、约会。我家境不错，他为了让我爸接受他，考研后才回到我们家乡工作。结婚后，他更是顺利接手了我爸的五金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陈明高中毕业后就混了个普通专科，后来就一直帮林小雷跑业务。他能说会道，又会喝酒，把客户维护得很好。他们少年时的友谊就延续到了中年。只是陈明从小就仗着帅气，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哪怕结了婚，也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的那点破事我都知道，只是懒得说他。要真是他买了礼物送给小晴，也说得过去。陈明要证明自己，还发了很多他和女孩的聊天记录，我的心情才慢慢安定下来。我下次再也不帮陈明了，看把你气的，哭也是因为这个。他端了杯牛奶给我，以后有什么事直接和我说清楚，别一个人瞎想。你看的乱七八糟的电视剧太多，都能去写狗血剧了。也许真的是我想多了。自从我怀孕，情绪一直都不稳定，等生了也许就好了。想着还有1个月就要出生的孩子，我心里特别温暖。这次要是女儿就好了，儿女双全。林小雷提前订好了月子中心，只要不上班，他就时时刻刻陪着我。我心里还是有根刺，时不时就刺我一下。但是不管我怎么查他的手机，都没有蛛丝马迹，应该就是陈明在外面的花花债，恰巧被我知道了。他按原定计划去北京出差，临走时对我说，这次办完事回来，我就陪着你直到做完月子再走。不是快到中秋了，你不用各地拜访客户吗？哪怕已经结婚近10年，我依然还是喜欢他宠我的样子。客户哪有老婆孩子重要，让陈明去送礼就行了。重要的是礼物，不是我。谁也没想到孩子会提前20多天出生。那天夜里，我肚子疼得厉害，给他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电话一直没人接。阿姨只能打电话给我爸妈，让他们把我送到医院。我第2天早晨才从产房里出来。我爸看着我和外孙女一脸开心，但还是生气地说，小雷干嘛呢？明知道你快生了，电话还打不通。一直到今天早晨8点多才给我回电话，我已经让他往回赶了。我妈碰了碰我爸，大喜的日子说什么呢？小雷也是在忙工作，少给你闺女添堵。中午，林小雷终于提着大包小包赶回来了。他把鲜花给我插上，摸了摸我的脸，辛苦了老婆，你干嘛去了？我找了你一晚上。我说着说着就委屈起来，他只好又哄了半天。昨晚陪老赵喝酒，结果2人都喝多了，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干脆在酒店楼上开了个房住下，然后就睡着了。他嘴里的老赵是我们北京最大的客户，确实需要好好招待。做生意有时候就是身不由己，确实不能太苛刻。我看着他抱着女儿欢天喜地的样子，不由从心底里高兴。这些年我们一直想要个女儿，现在终于如愿了。出了月子，我想回去上班，
他却坚持，现在咱们有2个孩子了，你还是好好照顾孩子吧。等过2年，身体恢复，再去上班也不晚。我想想也可以，毕竟孩子太小了，还是自己照顾更放心。而且公司的各项事宜都井井有条，根本不用我多管。只是我没想到，事情和我想象的根本不一样。他又恢复了忙碌的状态。这几年生意难做，他出差、参展都比前几年多不少，而且拿回来的钱也比之前少。我体谅他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维持公司的辛苦，家里的事尽量都多扛一点。我妈怕我带孩子辛苦，常常让我回她家吃饭。我在饭桌上遇见了北京的老赵。那天我爸让我给几个叔叔倒酒，老赵却主动说：“大侄女，我不能喝酒，我酒精过敏很严重。”我一下呆住了。明明前几个月林小雷还对我说，老赵和他一起喝醉了，所以他没接到我的电话。我不动声色地说了句：“赵叔，不是不想喝我倒的酒吧？真的，我一直都不喝酒，你爸知道的。前几年我还被人害过一次，往我的饮料里掺酒，把我喝到医院里去了。”老赵说得很真诚。我扭头看我爸的脸色，我爸笑嘻嘻地说：“是的，你赵叔滴酒不沾，那次住院还抢救了，他是真的过敏。你给他倒杯果汁吧，添一下他了。”我这才明白，我生孩子那天，林小雷陪着的根本不是老赵，而是那个女人。原来他一直在骗我，那些东西根本不是陈明买的，是他买的。那女的根本不是陈明的小情，而是他的。他早就和陈明串通好了，一起来骗我。而我看着赤裸裸的事实，还相信他们并不高明的骗术。我机械地吃完饭，给林小雷打电话：“下午回家一趟，我有事找你。”媳妇着急叫我回来，什么事？咱们闺女气你了。她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看你心情不好，去给你买了你爱吃的草莓蛋糕。我生孩子那天，你和老赵喝了多少啊？我没接蛋糕。她诧异地望着我。我们6个人喝了4瓶白的，你不知道，老赵直接喝趴下了。老赵酒精过敏严重，滴酒不沾，你知道吗？我本以为自己说着说着会哭，却没想到竟然平静地说完了。他立刻发脾气：“戴菲菲，你不信我？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竟然不相信我？是不是谁跟你说老赵不喝酒了？酒场上为了讨酒说自己酒精过敏的人多了，你别信那些话。我今天和老赵一起吃饭了，他酒精过敏特别严重，曾经因为喝酒过敏去医院急救。看着他急赤白脸解释的样子，我都觉得恶心。媳妇，你要相信我，我那天确实是和客户喝酒了，不过是个女客户，我怕你生气，所以没和你说实话。他一下跪倒在我面前，神情紧张地解释：“你刚生完孩子，我要是说我和女客户出去喝酒喝多了，没接到你电话，你肯定会生气的。我怕你生气影响身体，月子里可不能生气啊。”林小雷，我从来不知道你竟然这么会说谎啊！我把查到的通话记录递给他。你在北京的时候根本没和老赵联系，只有和这个女人的通话记录。你现在还想说她是陈明的小情吗？你去北京就是打着出差的幌子约会，你连开房的酒店都只离他公司1000米。我在家里生孩子，你去偷吃。林小雷，你还是个人吗？我一拳一拳打他，想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在他身上。他支支吾吾地说：“我就是去见了见他，什么都没有做。”我生气地把手里的杯子砸在他身上。林小雷，你连情趣内衣都给他买了，你还说你们什么都没做？你当我是傻子呢？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游戏里认识的，平时就是聊聊天。我到现在一共就见了他3面，真的什么也没发生。那天晚上，我就是陪他去酒吧喝酒，把手机忘在酒店里了。老婆，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错了。他哭着跪在一旁，我也哭成一团。你把手机给我看看。我翻了所有的记录，什么都没有，连游戏里的聊天记录他都删干净了。见我找不到证据，林小雷指天发誓：老婆，我发誓我真的只和他见了3面，而且有一次还是我去出差的时候，匆匆在机场见了一面。你们这么亲密，怎么可能没有出轨？我根本不相信他说的。如果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那七夕的礼物怎么解释？媳妇，我确实对他动了心思，但是我们阴差阳错没睡，你就原谅我吧。林小雷又举着手对灯发誓，我绝对不会再联系他了。媳妇，我真的是有贼心没贼胆，虽然想和他发生点啥，但是一直没敢。而且女儿出生以后，我的心思都在你们娘俩身上，早就和他断了联系了。我流着泪问他，如果我没发现，你准备怎么办？闺女出生以后，我就特别后悔，已经和他断了。他信誓旦旦地说，要是没有生闺女那事呢，你去北京见他，想怎么样？我就想睡一觉就结束的。林小雷的声音哑下去，我不想和他多说，回卧室把被子拿出来扔在沙发上。我们都冷静冷静吧。连着几天，我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不停推算所有细节。我无法分辨林小雷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一方面希望他说的都是真的，他和那个女的不过就见了3面；一方面我又想他从来没对我说过真话。以前他还骗我那女人是陈明的小情，他说的话真的可信吗？我时而觉得他太对不起我了，我要和他离婚；时而觉得为了孩子，我还是应该忍一忍。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精神分裂了。我会在他出差的时候一个接一个打电话查岗，会给陈明打电话确认林小雷有没有说谎。我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不敢回娘家，生怕在我妈面前忍不住落泪。林小雷也在伏低做小，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他不出差，尽量每天都回家做饭，成了标准的好丈夫、好爸爸。他甚至和我商量，老婆，求求你原谅我吧，咱们去找律师公证，把车子、房子都放在你名下，连儿子都看出我们之间有问题，吓得问我，妈妈，你不会想和爸爸离婚吧？我跟你说，我那个同学周浩可惨了，他爸爸妈妈离婚以后，谁都不想要他。我和妹妹可不想成为第2个周浩，我也不想孩子没了爸爸。我努力劝自己不再去想那些事情，最好能忘掉那些购物和出差记录。但是我心里始终像有一根刺，时不时出来扎我一下。林小雷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我会特意凑过去看他有没有和别人聊天。他的游戏我也会每天检查一次。我不知道别的女人在发现老公出轨以后都是怎样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像个疯子。我没事的时候就会坐在那里猜测他到底去了哪里，哪怕和客户吃饭，我也要他在饭桌上和我视频。为了安抚我，只要我闹，他就道歉、认错、写保证书。这样的事情重复了无数遍。他甚至告诉我，我和他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只有一次，我在 KTV 里唱歌的时候，没忍住亲了他一下。媳妇，你要相信我。经过3个多月的挣扎，我还是决定放过他，也放过自己。毕竟我们从高中就在一起，2人一起跨过了人生1/2的旅程，而且我们还有一对可爱的孩子。为了他们，我也要好好生活下去。
既然他们没有实质的关系，又只见了2、3次，而且还决定断了，我还争什么呢？哪个男人没有思想开小差的时候呢？我就当他在网上看了个美女短视频，心动了一下。想到这里，我心情好了许多，失眠也没之前那么严重了，日子不咸不淡地过下去。林小雷也老实了许多，甚至再也没去北京出过差，一切似乎都已经过去。但是我没想到，林小雷做错的根本不止这些。公司会计老徐找到我，菲菲，我发现有批货对不上，林总说那批货卖出去了，但是没有发货的流程单，我觉得有问题。你是说林总有可能把这批货偷偷卖了？账呢？款项入账没有？没有，也没有具体的合同，是最近盘货的时候盘出来的。老徐轻声说道。前段咱们的仓管辞职，我就让我弟弟来干了。他上来先盘了一遍货，发现有问题，就直接来找我了。我2个月前请示林总，他就说卖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客户付款。我就去查了具体内容，发现什么相关手续都没有。多少钱的货？老徐从我爸开公司就跟着我们，他肯定是发现林小雷有问题才来找我的。40多万，林小雷挪了40万的货偷偷卖了，我真是瞎了眼。当初才觉得他是个本分善良的人，不一定是偷买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老徐也没敢把话说死，毕竟林小雷是我老公。谢谢徐叔，你再帮我仔细查查还有什么问题吧。这事先别和林总说。我暗疼得发麻的太阳穴，决定要回公司上班。晚上我就提出，明天开始我要回公司上班。咱们不是说好了，孩子出生以后你在家带孩子，我在外挣钱的吗？过2年再上班呗。林小雷肉眼可见的慌了。我觉得女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再说五金厂本身就是我爸的，当时我爸就说让我们一起管理。你不是不想让我去上班吧？我和林小雷结婚以后，林小雷就进了我爸开的五金厂当业务员。后来我爸年纪大了，自然把厂子给了我们2口子。现在看来，如果我不管，厂子都要姓林了。哪有，我只是怕你累了，而且闺女还小，我怕保姆带不好。我看见林小雷偷偷掐了女儿一下，女儿立刻大哭起来。你看，孩子也不愿意你出去上班，你还是在家里享福带孩子吧，毕竟孩子才是我们的未来。弄哭了孩子，林小雷接着把话题往孩子身上引。没事，你要是担心保姆照顾不周，你就在家里当全职主夫吧。这句话一出，林小雷接着闭嘴了。回到公司，我先开了林小雷招进来的几个狐朋狗友。我相信40万的货，仅仅靠他一个人是运不出去的。我接着让老徐把出纳也换成自己人。老徐的弟弟也很给力，不停查监控，终于查到了林小雷带着人来运货的视频。运货的人里就有陈明和林小雷那几个朋友。林小雷鸡贼得很，每次运的量都不大，而且是和其他货一起出库。要不是老徐的弟弟盯着出货单一张张的查，根本查不出来林小雷卖了那么多货，钱哪去了呢？我自然又想到了北京那个女人。就在老徐的弟弟带着我查监控时，我却意外发现有几次林小雷的副驾上都坐着一个大波浪长发的瘦高女孩。我让老徐整理好所有资料，随时准备起诉林小雷。证据准备的差不多了，我却不甘心。我跟着林小雷近10年，难道就是看他怎么养小三的吗？我要让他们都付出代价。我用林小雷的手机号登录了各个快递的工号，查到了他多年来的记录。此时我才发现，早在3年前，
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林小雷给他寄了许多东西，我就像个傻子一样，被林小雷骗了又骗，一遍遍相信他给我说的所有话，什么最多亲了个嘴，什么只是精神出轨，什么今年打游戏才认识，什么只见了3面，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哄骗我这个傻子。我拿起电话想要大骂林小雷一顿，却在电话即将接通的瞬间又放下了。我不能再被他骗了。我通过朋友找了个私家侦探，调查林小雷和这个女人的点点滴滴。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2天后，我看着私家侦探的报告，才知道自己被骗得有多惨。这个女人名叫吴丽，林小雷还给她买了一辆车，买的包包、奢侈品不计其数。偷公司的货也是因为吴丽要的东西太多，他又没那么多钱，只能一点点地偷货出去卖。吴丽没事的时候会来济南和林小雷约会，林小雷也会借着出差和吴丽见面。我想杀了林小雷，菲菲，我们晚上一起出去2人世界吧。林小雷不知道我已经查到了那么多，照旧献殷勤。我点点头，晚上把孩子们送到姥姥家吧。把孩子送到姥姥家，我才把淘宝记录和快递记录给他看。你和吴丽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3年前你就开始给他送礼物了，前前后后送了这么多东西，而且我怀孕期间你给他送了个普拉达的包。老婆，我已经和他断了，真的，真断了。林小雷和以前一样，有点事就跪下来求饶。只是这一次，我再也不会信他的。你还是个人吗？这些年，我给你生了2个孩子，我爸把公司都给了你，你就这样对我的？我在医院里生死一线，你和那个女人去滚床单，你怎么不去死？说着，我就把手里的茶杯扔过去，正好砸在他头上。林小雷满头是血，却不敢动。我知道我鬼迷心窍，都是他勾引我的。我早就和他断了。老婆，为了闺女和儿子，你就原谅我吧。怕我把一张 A4 纸拍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写你给了他什么东西，价值多少钱？快点，媳妇。林小雷疑惑地看着我，写完了你就原谅我了是吗？你最好认真写。我哭着不看他，你写完再说吧。林小雷对着几大购物平台写了这些年他买给吴丽的各种东西，大到冰箱彩电，小到衣服包包，共计30多万。我冷笑一声，吴丽开的那辆雅阁是谁买的？是我买的。我没敢写是怕你生气啊。林小雷应该是以为我只查了购物平台，没想到我连汽车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这么多年，我买个300-500块钱的包都心疼半天，你给他买2-3万的包，你还给他买车，拿着我家的钱养小三。林小雷，你让人恶心。我哭着把那张纸收进包里，这是我以后问吴丽追偿的证据。明天你和我去公证，家里的财产都是我的，我要把钱都拿到手，我要让他滚出我家。媳妇，你原谅我吧，我真的和他断了，我知道自己错了。林小雷怕自己一无所有，自然不会去公证。你这么多年前前后后给他花了40多万，你不跟我公证，我怎么知道以后你会不会再给他花钱？我们已经分了，老婆，你要相信我，现在我只想你和孩子们，我会好好对你的。听见好好对你4个字，我一下子哭得喘不过气来。结婚这些年，林小雷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我曾经以为他那么爱我，只是没想到一切的美好都是假象，是他给我营造的爱情氛围。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公证财产，凭我手里的证据已经能把他送进牢里，只是我念着一日夫妻百日恩，想给他一个选择，如果他同意公证，我就正常和他离婚；
现在他已经做出了选择。我哭完，哽咽地说：“我累了，咱们回头再说吧。”说完，我就回卧室锁上门。等林小雷第二天打开门的时候，他会发现我已经消失了，仅留下了一封离婚协议。他以为我是受伤，想要逃离，还苦苦挽回我。但我在消失的这些日子里，是在汇总资料，把它们发给律师。律师会帮我处理好后面所有的事，因为证据确凿，案子判得很快。林小雷偷盗公司产品被判刑，吴丽欠我的钱也要如数奉还，到手的钱吴丽不想吐出来，我直接给他打电话，我有你们开房的记录，还有林小雷写下的交往经过，还有部分聊天记录，你要不想社死的话，尽快把钱都给我。1个月内，这40多万陆陆续续都到账了。后来我去狱中看过林小雷，其实如果你和我去公证财产，也许我会求爸爸放过你的，毕竟你也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不想他们有你这样的爸爸，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你想送我坐牢，还在那装善人，你个贱人！林小雷气急败坏地想要冲过玻璃来打我，被狱警又抓了回去。我这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离谱。当年我觉得他文质彬彬，做事踏实，但实际上他就是个垃圾，表面装的人畜无害，实际心里烂成渣渣。所有事情都处理完以后，我爸妈怕我情绪不好，直接买了张飞机票让我出去旅行，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我想要更新公司的产品。林小雷入狱以后，很多老客户都不想再和我们合作，我要寻求新的突破，把公司做得更好。既然爱情不可靠，就把自己变成最可靠的人吧。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